想吃到有牛排风味的红酱意大利面，又想让红酱有如蛋黄酱一般丝滑，这能做到吗？咦，还真的有办法。今天教你们用公式来破解吧。欢迎收看克里斯餐桌，我是 Chris。各位看到食材，想必应该有眉目了哦。没错，我要把卡邦尼意大利面的做法给整合进红酱里面。既然今天走的是创作路线，食材当然也不会按传统做法。正宗的老师傅看到这边请转台哦。所以呢，我要把牛排的风味也整合进去。今天用的是 Prime 的板件，不是因为我有钱买 Prime 哦，是因为拍摄当下已经买不到猪肉了，大家都转战到便宜的 Choice 板件，真的是 I have no choice。帕玛森起司是你能最容易在超市买到风味最浓郁的原块起司。传统的卡邦尼是完全以起司当做调味，当然也不用帕玛森啦。但我们今天还是得搭配红酱，所以下手可不能太重哦。短管面是我离经叛道的选择，这种造型的面体可以让你吃到更多酱汁，加上空心又能更体现入魔这种标榜弹牙的口感。他们没给我钱业配哦，是我真心觉得不错。卡邦尼丝滑般的酱汁是来自于蛋黄半凝固的流动状态，所以我们得额外把蛋黄准备好。那蛋白也是可以用哦，只是比例不要太多，因为蛋白的含水量比较高，会影响酱汁的成型。取蛋黄，不论你用汤匙还是手捞，都要记得一个重点，就是蛋白连接蛋黄那条细带一定要拿掉，不然会在你的酱汁里面变成一坨白色的。在家做给自己吃，推荐用手捞比较快，所以手一定要洗干净。不对，应该说做菜之前本来就该洗手了。所以这边我用了1颗全蛋加1颗蛋黄，有加蛋白的话，酱汁的质地比较不会那么厚重。直接把起司刨进蛋液里面，起司跟红酱都会咸，所以你的用量要斟酌哦。像我这次用的是50公克的红酱搭配15公克的帕玛森起司，提供给各位参考。而起司受热也会产生粘性，所以把它跟蛋液先拌在一起，把刚煮好的面倒进来搅拌均匀，就能让温度达到平衡而产生粘性。如果温度不够，再隔水加热就好。这样子操作方式容错率比较高。好了，这样子蛋黄跟起司的准备就完成了。甜椒对开，我们只需要半颗就好，头尾切下来，沿着弧度切就能切成一块块的小三角形，这样子比较能匹配短管面的大小。身体纵向切成长条状，再切成菱形片就好了。红酱3匙，大约50公克，1匙番茄酱，这样子就好。中途试味道，如果觉得不够再补。考虑短管面的造型，我打算把牛肉切成方块状，也就是你俗称的骰子牛啦。但是如果先切成方块再下锅，除了不好翻面之外，还会流失很多肉汁。所以我们先切成跟厚度差不多的长条状，并且在表面上撒上盐跟胡椒，预先做调味。撒的时候也在砧板上均匀撒一些。如此一来，翻面抹一抹，调味就完成啦。还有刚刚的甜椒。好啦，只要煎这2个就可以了。烧一锅水加盐，准备煮面。其实用短管面还有一个好处是，这种比较粗的面动辄都要煮12到14分钟，所以如果熟练流程的话，一边煮面一边备料，绝对来得及，甚至还可以赶上你煎牛排的时间。还有，如果你是煮面备料同步进行的话，面捞起来后，煮面水转母火保温，因为很快就用到了。开火热锅，这次我会按照我线上课程的方式逐步拆解，节奏比较慢，你们会看得更清楚。待会先煎牛肉，因为牛肉需要比较高的温度才能煎上色，而甜椒容易烧焦，晚点再下。保持中火下油润锅，慢慢转，把油润开来，持续加热到锅子倾斜，表面有油纹，而且也开始起烟的时候，牛肉下锅，维持中火就好，这温度会慢慢升高。转动一下，让油均匀流过每个角落。完这一步，只要在牛肉4个面中间上色，不用像之前教的牛排教学，要慢慢的回温到里面哦。这次会教你们比较协修的做法。大约30秒左右翻面看看，不错，这个颜色可以了。再转一下，让油流动。一样煎30秒左右翻面，这次换侧边了。侧面明显就可以看得到一些筋哦。必须得煎一下才行，要充分受热，筋才会软化。
牛肉再翻一面就完成了。我们可以同步在旁边煎甜椒，把火转小，锅子的温度已经够高了。补一点新油，趁着油温还没上来，直接下甜椒。砧板不要洗也不要收哦，表面的盐拍一拍，翻个面。这面是干净的，放旁边等着吧。是时候展现技术了，牛肉压着不要动，甩锅炒甜椒，让热油均匀的包覆甜椒。慢煎同时也能快炒，一个锅子两种心情。再翻最后一次面。随着刚刚的翻炒，锅子的温度也越来越低了，听不太出什么声音。我们把火转大一点点。又过了30秒，牛肉可以起锅了。再煎下去，表面的灰色层会越来越多，中心点也会因为收热太快而产生膨胀，导致你的肉汁流失太多。牛肉起锅后转小火，持续炒1分钟，甜椒也产生了变化，表面都有上色，而且有焦香味。这时的甜椒甜度会提升哦，它跟红酱还有起司的味道会非常搭。这时候红酱跟番茄酱就可以下来了，要小心哦，锅里有热油会喷，所以这时候维持小火就好了。我们用锅子的温度把红酱炒出香气，快速打散，这会让水分快速蒸发，红酱跟番茄酱会产生梅纳反应，蹦出新的味道。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梅林也可以来一点，我个人觉得红酱加点梅林就是有一种台湾味啦。再炒一下，让梅林的味道也上来。顺手擦一下你的炉台哦，因为刚刚炒红酱会喷油，这油里面包含刚刚的牛油，等它冷掉会很难擦。看吧，炒过的红酱除了更香以外，还会变得更鲜艳。我们就以这个为基础，加水煮成酱汁，捞大约1.5勺的煮面水进来。刚刚装红酱的碟子也加点水洗下去。该死，我的蒜头刚刚忘了炒。但其实目前味道很足够的哦，加不加都可以。而我这次打得很细的蒜末，现在下是能快速煮出蒜香。好了，试一下味道吧。这个牌子的红酱蛮酸的，加点糖平衡一下吧。酱汁味道搞定，面就可以下来啦。继续煮，让面吸收酱汁，也让锅里的水分再控少一点。这时候可以顺便切牛排哦，切完酱汁也收的差不多了，很浓稠，不错。到这边红酱的阶段就完成了，我们进行下一步。起锅直接倒进我们准备好的蛋黄起司酱里面。刚刚要你们留的煮面水开大火加热，还有刚刚切好的牛肉也下去。牛肉看起来有点生哦，不用担心。趁热快速搅拌均匀。利用锅内的食材传递给起司跟蛋液，但由于我们前面说过了，这一次使用的是蛋黄跟蛋白的混合体，蛋白水分比较高，本来就会降低粘性。再来，蛋白的凝固温度点比蛋黄高，所以现在看到的酱汁不是很浓稠，也不容易粘附面体，是正常的。而且我们的牛肉也太生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进行下一步，隔水加热。水滚后转小火，把装面的调理盆整个放上去，这样就可以利用蒸汽隔水加热啦。只要是以蛋黄为基底的酱汁，不管是沙巴用或者是荷兰酱也好，都是用这种方式加热。所以煮水的锅子还有拌面的盆子要事先匹配一下，尽量是盆子比锅子大一点点就好了，这样子你操作起来会比较顺手。一边搅拌一边观察酱汁的浓稠度，像这样可以完全粘附在面体上，而且粘在锅壁上也不容易流下来，就完成了。不错，倒下来就知道了，这个酱汁的浓稠感非常好哦。刮干净，不要浪费啊！再依照个人喜好跑点帕玛森起司，你最好在起锅前先试吃哦。如果觉得太咸，这边就不用加了。撒点巴西里做装饰，也可以提升清爽度。好啦，完成。好了，这样子我们红酱结合蛋黄面的做法就完成了，完美利用到我们料理万用公式，而且更加灵活。食材前置处理很简单，只要切甜椒跟牛肉，还要把面烫熟。那烹饪方式也只有煎牛排跟炒甜椒，最后调味方式就是红酱跟面结合，让面体吸收酱汁之后，依照蛋黄的特性，我们离火在盆子里面，把面跟牛排一起拌匀，再利用煮面水的蒸汽做个隔水加热，把蛋液做更进一步浓稠。这样子这个看起来复杂，但是利用公式拆解就很简单的料理就完成了。好了，这一道带有卡邦尼风格的红酱短管面就完成了。但你们用公式拆解是不是超简单？而且如果熟悉流程的话，从煮面开始，同时备料再下锅，一气呵成，速度会超快哦。其实还有其他能把红酱蒸稠的方式，比如说白酱或者是露，但是这些都得提前制作起来。
论效率的话，还是鸡蛋最快，对吧？而且用蛋黄蒸稠来做酱汁，质地会更加丝滑，还有冷却后也不会像面粉一样结块。看看这个，拍摄当下早就冷了，但是能保有流动性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贵，鸡蛋又涨价了，唉。